小鱼他居然敢晾着我，气死我了！县主别恼了，气鱼坏了事可不值当。就恼就恼，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。上！啊！锦衣有劫匪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吵死了！这俩穿金戴银的，抓回去定能换一辈子荣华富贵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别过来！别杀我！华歆，对不起，是姑的错，姑来晚了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殿下，找辆马车，带江姑娘去医治。重伤后，我在府里养了3个月，只当是我命不好，替县主挡了这一劫。我能看见了，太好了，小姐，奴婢这就去告诉周少爷。不必，我亲自去告诉他。假绑架这招绝了，太子以为差点失去我，现在太子对我言听计从，我很快就会是太子妃了。能让县主得偿所愿，也不枉我让人弄瞎江锦衣一双眼睛，好让太子信以为真。一切都不是意外，是他们联手把我推进了地狱。小心！县主能联合我未婚夫算计我当然也能抢了他心尖上的太子爷。后来太子硬扛12鞭，3道奏折死磕，非要改立我为太子妃。太子不好糊弄，当日我便让那神山匪给了江锦衣一闷棍，为了做得惨烈些，特意让他们对着江锦衣的眼睛打去。打眼睛虽不致命，但轻则毁容，重则失明。原来那一棍根本不是意外。周大哥，你这一招苦肉计好厉害！太子当天就去宫里求了赐婚圣旨，如今我也是板上钉钉的太子妃了。苦肉计当然要用，但怎能让县主你真的受苦？就让江乙代你承受皮肉之痛。江锦衣现在还跟个傻子一样，以为是自己倒霉。江锦衣那个蠢货，定是故意惹你愧疚心疼的。明月独不照我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取江锦衣那等萤火之光。他的死，周某毫不在意。福愿县主长乐安康。小姐，姑爷来了。锦衣，我听闻你今日身子不适，特意炖了燕窝来看你。春桃，看茶。好好的出游变成一场横祸，平白连累你受了伤。说到底，皆是因县主才酿出意外。县主身居侯府，锦衣玉食，眼看就要受封太子妃，还有什么烦事，非要急匆匆出城排解？这事儿还要从半年前太子流落水云州说起。慢点，刚熬好的小米粥，小心烫。等我眼睛好了，一定娶你为妻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平安就好。后来太子带着华歆回京，发现华歆竟是定安侯流落在外的女儿。我的女儿，爹找了你10几年呀！定安侯女华歆救太子有功，特封华歆县主，钦此。太子妃位，非你莫属。可就在封妃档口，却有一个自称来自水云州的女乞丐跳了出来。你想说什么？华歆冒名顶替，侯府包庇纵容，好让私生女救太子一命，顺理成章当上太子妃。一个乞丐竟会遭此毒手，抬下去，找个地方葬。不过死了个贱乞丐，小雨居然就怀疑我，连册封都推迟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等下去了，得想个办法。就是这样，县主心急，这才拉你出城散心，没想到竟遇上了山匪。原是如此。锦衣，你别多想，好好养伤，等你眼睛好了，我们就成婚。只是淮安哥哥，我这眼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好。锦衣，我会一直等你好起来。枉我还担心连累他，这人不要也罢。我成了太子妃，就是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太子妃，这位置确实好啊。
那就别怪我亲手砸碎你的春秋美梦。这场戏该我登场了。锦衣姑娘，真是万幸，这双眼算是痊愈了。多谢张叔照料，只是今日锦衣还有一事相求。老夫与你父亲是过命的交情，能帮的一定帮。求张叔隐瞒我双眼复明的消息，就说恐怕终生难遇。好，老夫答应你。大恩不言谢，锦衣永世不忘。张叔在宫中行走多年，可知东宫到紫金殿必会经过哪条路？3日后便是县主生辰，锦衣眼盲不辨，免得冲撞了贵人。哼，这是太子最常走的近路。多谢张叔。江姑娘怎么一个人？殿下，锦衣失礼了。那个，锦衣是不是刮伤你了？对不起，3个月了，我还是没能适应做一个瞎子。只是扯乱了衣襟，无碍的。你双眼有伤，怎会一个人来赴宴？周怀安呢？他竟没有陪你一起。他是想蹭着我一起进宫的，可我见着他就恶心。怀安说，大婚前与他不宜多见。这个周怀安真是迂腐，礼节能比安危重要。殿下恕罪，锦衣想着自己摸索，没想到会冲撞了殿下。无妨，别哭了，姑也曾经历过，明白你的痛苦。你也是因华心伤的，若真无法痊愈，姑也能保你一世富贵平安。我要的可不是这个。怎么回事？好疼！我的眼睛是不是又流血了？自那日之后，眼睛连平日日作痛流血。为了今日这场戏，我故意停了3天药。快去传张太医来！殿下，县主那边还等着呢。人命要紧，他是替华心伤的，姑不能不管。姑相信华心不会计较这一时半刻。错了，华心计较的要死。殿下去哪儿了？把县主晾在这儿，恐太子妃位有变啊！太子怎么还没来？启禀陛下，东宫派人说，殿下在来的路上遇到病发的江家小姐，将人抱去寻太医了。你说什么？便是那个为了护你被山贼伤了眼睛的江家女。说来，那江家女也算是县主的救命恩人。太子碰上她病发，的确无法袖手。怎么看县主这副样子，竟像是在吃江家女的醋啊？没用的废物，连个瞎子都看不住。陛下，江家姐姐的确是臣女的救命恩人，她如今身体是，女也该去看看。去吧，应该的。太子殿下到。殿下，你终于来！江锦衣用的熏香，分明是女人抓出来的。不用急，2只跳墙的狗很快就会找上门来。华心不敢对太子撒气，所有的怒火只会冲着我来。狗来了。你怎么能躺在东宫的偏殿里？有没有点分寸？一句关心没有，只想着讨好他的县主。今日是县主生辰，你怎么敢麻烦太子？赶紧给我出宫！怀安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县主，今日是太子亲手把我抱进偏殿的。我身上这件狐裘也是太子亲手给我披上的，他怕我冷。我现在身上的衣服是殿下亲手帮我换的。幸好县主没来，要是被他知道了这些，以他的性子，不知道要怎么闹呢。江锦衣，你说什么？县主，你在这屋内，你何时来的？我怎么一点声音都没听到？你身上怎么有殿下的味道？殿下脖子上的抓痕是不是你留下的？你都跟他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
我险些晕倒在公道上，太子殿下抱住了我，我看不见，难免在殿下身上乱抓一团，蹭了些香气。殿下这件白狐裘本来是入冬时要赏给你的，可现在它披在我身上，好暖和啊。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殿下却陪我度过了属于你的吉时。锦衣，我简直难以相信你竟然会说出这种话。也是，在他眼里，我向来是软柿子。殿下说了，我是县主的救命恩人，那就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我与县主一样，都是太子的恩人。县主可以得太子青睐，我为何不可？太子的救命恩人只有我一个，江锦衣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愣着做什么？还不给他一点教训！殿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县主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对殿下没有非分之想，你误会了。好疼，我的眼睛好疼。苦肉计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给我按住他！今天我非要撕了他这张脸！锦衣，你也别怪我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能去招惹太子啊？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太不忠贞了！为我的生辰宴，敢抢我的太子，我弄死你！住手！殿下。我的儿，娘来了，不怕不怕。殿下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是江锦衣，是他故意挑衅我。他双眼失明，手无缚足之力，能挑衅你什么？他说你亲手把他抱进东宫偏殿，给他换衣服，给他披狐裘。你知道我刚刚在满殿皇亲国戚面前有多难堪吗？还有你脖子上的伤，也是他挠的，连我都没有在你身上留下过这样的痕迹。殿下，我以为来的只有周怀安，我告诉他这些，是想让他心存感激，能多为殿下分忧。我没想到县主会在门口，我眼睛看不见，县主又故意不出声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也在。我没想到会让县主如此误会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用。你还在撒谎，你根本就是存心勾引太子。殿下，你为了护他，竟然这样对我，他凭什么比我重要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是不是忘了江锦衣的双眼为什么会失明？我做这一切是在替你还恩情，可你居然如此无理取闹，来欺凌你的救命恩人。还是和周怀安一起，你们又是什么关系？哭吧，哭再大也没用。周怀安刚刚是来替县主出气的，他按着我的头和手，让县知打我。想必县主和我的未婚夫私下交情颇好吧？无论县主与周怀安是什么关系，请殿下替老臣作证。周怀安与我女儿的婚事就此作罢，不能退婚。周怀安是新科榜眼，年轻有为，难道还算不上他的良配吗？县主，这是江家家事，还轮不到外人插嘴。若周怀安当真是良配，不如县主自己去珍惜。好了，姑看这婚约取消也好。多谢殿下明断，还请殿下允准老臣带小女回家医治。来人，派人护送江姑娘回府，让张太医一起去，务必照顾好江姑娘。是。至于周怀安，姑没记错的话，周榜言的官职还未调派吧？青州倒是缺个县令。为何回京之后，你怎么变了这么多？今日这样一闹，想必你也没有心情了。回去吧。殿下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，让开，我要见殿下。县主，请回吧。县主，我不怪你。知道什么叫东施小讽吗？你个瞎子，还真以为太子会看上你？说起来，我也是堪配东宫的世家贵女，太子妃之位可还没落到你手里，说不定就让我这个瞎子抢到了呢。使一个人失去理智的最佳手段，就是让他意识到自己最核心的利益被人觊觎上了。我等着他再次狗急跳墙。
锦衣，原谅我好吗？那日是我一时糊涂，我也是迫于县主的强权啊。周家落难，我受尽白眼，是你救了我。锦衣，我心悦你，是真心想与你做夫妻的。想试探我的眼睛？淮安，当日在山上，所有人都奔向了县主，包括你。县主只是受了惊吓，我却狠狠伤了眼，你怎么会看不见我呢？锦衣，你肯定记错了。那天我一上山，就冲你跑来扶着你了。第一个来扶我的是我娘，她的手是软的，带着茉莉花香。第二个到我身边的是我爹，他的手粗糙有力，带着常年握剑的茧子。你是看到我爹来了，才想起过来看我。周淮安，你当我眼瞎心眼盲吗？那日你按着我的头让华歆欺辱我，你就该知道，你在我面前没有任何机会。江锦衣，看来你我是做不了夫妻了。既然你如此绝情，那就别怪我无义了。锦衣，只要你答应跟我成婚，让将军府继续提携我，我现在就救你。周淮安，你要杀我！哎呀，锦衣你怎么摔了？小心杀手！锦衣，你现在只有我能依靠，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给我服个软，好好伺候。你的袖剑不是丢了吗？当日陪华歆出城，他故意将我的袖剑丢进了山沟，你连这个都知道，还说不是故意的？谁说我爹给我的暗器只有一个？他看得见，他看得见！江锦衣，再坚持一下，等的人还没来呢。不管你是不是真侠，今天你必须死！来了。殿下！我在剑上淬了10股氧，只要你们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来杀我的，我就给你们解药。我认得出来，这几个就是当初假绑架的山匪。殿下饶命，姑娘饶命啊！我们也是按县主的吩咐办事啊！你们胡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！是县主给我们500两黄金，让我们今日来杀了江姑娘。他还说，如果江姑娘肯跟周淮安好，就放过她；如果敢反抗，就直接杀了。求江小姐给我们解药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只是这些吗？你们招干净了吗？还有在山上那次，也是县主出钱让我们演的戏，让我们打残江姑娘的双眼，说要见点血才像真的。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不是的，殿下，不是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是江锦衣买通了他们陷害我。殿下，属下刚刚一一比对，这些人的确与当日在山上县主和江姑娘那山山匪是同一批人。上次绑架你，这次就帮着你来杀江锦衣了，你还敢说你不知情？是周淮安，这一切都是周淮安策划的，是他给我出的馊主意。华歆，我做这些是为了成全你，怎能如此薄情寡义？是你说只要我帮你除掉江锦溪，你就求太子给我高官安禄。现在倒好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。殿下，我也是遭人蒙骗，我深爱你，我只是太怕失去你了，才会一时糊涂。殿下，我骗你是不对，难道他就没有骗你吗？江锦衣，你早就复明了，否则你怎么能那么精准的射中所有人的要害？我的眼睛再也不能复明了。县主，你为何要拿这一点来刺我？当日在宫中你早就看见我了，你故意说那些话激怒我，你好深的心机，好毒的手段。姑带了太医来，让太医看看就知道了。是柳叔，宫中最负盛名的女医，也是与丁安侯断亲的嫡女。盲眼并不是睁着一双眼睛当看不见就能伪装出来的。听到了吗？所以他果然是装的。江锦衣，你早就看得见，还伪装了3个月的瞎子，让我们所有人都放松警备。江姑娘，你当真在骗我？谁说江姑娘是装的？你自己说的，刚刚我们所有人都听见了。我刚刚的意思是，盲人不好伪装。锦衣姑娘如果是装的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何须把脉呢？那脉象如何？气滞血瘀，眼底血丝未散。我看过张太医的脉案，极难恢复。就算华佗在世，也不敢说能让江姑娘这双眼睛重见光明。假的，他们是一伙的。柳叔的医术在宫里一绝，
说来柳叔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姐姐，她若是有私心，也该是向着你才对，你还要冤枉江姑娘到几时？他本来就不喜欢我，他跟江锦衣一起针对我。够了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，伤害江姑娘了。如果她刚刚看得见你射出那一箭时，她为何不躲？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江锦衣现在已经死在你的剑下了。她难道拿命来装瞎吗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工于心计，谎话连实吗？殿下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啊！你如今为了江锦衣，竟然这般看我！你不惜打残无辜之人的双眼来造假绑架，当日在水云州发生的一切，究竟几分真几分假？华歆，江锦衣伤好之前，你我都不必再见面。至于周怀安绑架县主、谋杀官眷、欺辱女子，不必上奏陛下。今日姑就废了你的功名，流放3000里。江锦衣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都是皮肉伤，没伤到筋骨，放心。多谢。当然不致命，我好歹是将门千金，又不是真的瞎。但不流点血，怎么算苦肉计呢？是华歆对不住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罪。我爹给我造了袖剑，我娘教我百发百中的剑术。最开始那个杀手朝我飞来的飞刀，是娘亲摘叶飞花，打偏了飞刀的方向。我娘年轻时可是威风八边的神箭手，连我爹都甘拜下风的巾帼英雄。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我吧？他不该招惹我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弱流之辈。华歆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那日你说的竟都是真的？宫宴那日，我便告诉萧玉，那神山匪是县主和周怀安自导自演。萧玉当然不信，我必须让他亲眼识穿华歆的谎言，所以我激怒了华歆，他必定想在大婚前除掉我这个隐患。这一切其实都怪我，是因为我华歆才如此无理取闹，连累了你，江姑娘。以后不管你要什么，东宫都有求必应，算是我替华歆姬补偿一二。臣女看得出来，您对县主是真心的。小姐，太子待你真好，说东宫的药材随便取用，还留了2个嬷嬷在府里听差。他待我的这几分好，哪里是给我的，不过是在替华歆赎罪罢了。小姐何出此言？美好的回忆最是磨人，时间越久，越是千金不换。今日之事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罪魁祸首是谁？太子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可结果呢？无论华歆做出多过分的事，太子永远会为他兜底。他明明握着这么好的牌，本该对这份感情成竹在胸，为什么患得患失，一点就燃？除非他自己心虚。水云州救太子这件事，一定有猫腻。锦衣，锦衣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腹部被我射了一箭，为了保命，在牢里被淹了个彻底。我罪不至死啊！我身体残缺，没了功名，再被流放到蛮荒之地，会死的。锦衣，我可以救你，但你总得有利用价值吧？周怀安，你祖宅在水云州吧？周家被抄家后，你曾在水云州守孝3年。华歆被认回相府前，也在水云州。你跟他很早就认识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不喜欢跟蠢货打交道，既然你听不懂，那便罢了。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。华歆的确不是什么穷苦的厨娘，她在水云州时出行都是4乘马车，在水云州十分招摇。那时周家落魄，我本来想入赘当地富户翻身，华歆就是我的目标之一，可我根本接近不了她。水云州当地有人传说她是哪个官员养在外面的外室，也有人猜测她是暗娼，否则不会那么富贵。后来我就被江家救主接来了京城，再见到华歆，她已经成了太子的救命恩人，名正言顺的侯府千金。外面传她是贫苦厨娘，这跟我看见的有很大出距。对了，还有当初在东宫被她打死的那个女乞丐，是华歆以前的贴身丫鬟。听说她追来京城是要威胁华歆，结果当天晚上就被侯府的人打死了。对外只说是冲撞了县主，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。锦衣，求你救我一命。很好，我当然可以保你不死，但是周怀安，你还欠我一样东西。什么？眼睛啊！锦衣，那日我知道你是装的，但你想想，太子在场，我并没有揭穿你，对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猜猜我是哪天复明的？就在你和华歆躲在假山后回味当日让山匪打瞎我的双眼，说这是何等绝妙的苦肉计的那一天。有眼无珠，留着这双眼睛也没用，你就注定要在我的手里成为永远的瞎子。便就这样放过他了？我以为你那一刀该割在他的脖子上，直接要了他的命。死多容易啊！
活着受辱才是顶级的诛心之刑。听押送的官兵说，这趟流放会经过楚州。周淮安这种白嫩的书生人，残了身体，瞎了双眼，在楚州会很合某些人的恶癖，说不定就给自己找了个好归宿。怎么不算我高抬贵手呢？从那日柳叔帮我隐瞒双眼复明后，我就确信他跟我是最坚定的同谋。春桃，去打听一下，出什么事了？是小姐。小姐，听说是县主上吊寻死。大小姐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您要不要去看看二小姐？这位好看的姑娘是谁啊？倒像是真的变了个人。小心汤，这是将军府的锦衣姑娘。锦衣姑娘，你长得真好看，我叫贺小蝶，你叫我小蝶就好。贺小蝶，在水云州时，华歆的原名就叫贺小蝶，她失忆了，只记得自己叫贺小蝶，是水云州一个普通的楚母。你怎么上大刀？殿下，殿下，这就是那个我之前得罪的锦衣姑娘吗？她是不是想杀了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锦衣姑娘，我已经不记得前生往事了，过往种种都算我的错，求你不要伤害我。锦衣，他忘了过去的一切，之前的过错或许可以一笔勾销。杨姑娘，你不要再刺激他了，他现在受不得半点惊吓。这倒有意思，怎么就一笔勾销了？怎么就刺激他了？失忆了吗？不如让我把把脉。他自有林太医看护，不劳烦你了。明明是亲父女，却像是隔着血海深仇。当年柳叔母亲的死，果然和定安侯脱不了干系。太医说，小蝶需要静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县主休养了。华歆是装的。什么？我不会看错的。失忆多是伤及颅脑，伤了脑子的人，眼神会涣散呆滞，绝不会像他那样，眼神里满是机警和算计。就像我能一眼看穿你双眼复明一样，我也能一眼确定他根本没有失忆，只有失忆变回贺小蝶，他之前那些瑕疵才会被太子抹除，他才能继续留在太子身边。锦衣，你的敌人躲进了暗处，戴着无辜的面具，你的处境更难了。刘姐姐，你愿不愿意陪我去趟水云州？太子对华歆的所有偏爱，都源于水云州那段所谓的救命之恩。要毁了这份钟爱，只能从那段回忆下手。所有的秘密一定都藏在水云州，只有在那里，我们才能找到华歆的致命点，彻底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刘姐姐，我需要你，只有你陪我去，我才有胜算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定安侯府欠我的，华歆欠你的，我们一起连本带利的讨回来，谁也别想逃掉。就是这里了。周淮安说，华歆在水云州时就住在这里。这不是什么旧官邸，这是从前的刘府，是我娘在水云州的家。我娘柳鄂是水云州首富之女，也是一代神医。这座宅院是她的嫁妆之一，她去世前说过要留给我。难怪华歆能在水云州住得如此阔混，原来他根本就是鸠占鹊巢。这只簪子是我娘的遗物，可以打开她名下所有房檐的锁。华歆，你这个罪人，还我女儿双手！她不是华歆，你认错人了，还我女儿！贺小蝶，难道你是他在民间的养母？什么养母？华歆是我的仇人，是他砍了我女儿的双手，是他凭借了我女儿的身份。等等，难道贺小蝶和华歆不是同一个人？你是侯府主母的女儿？是，我叫柳叔。主母是个好人啊，
从前主母还在时，是他给了我们母女俩一口体面饭吃。您慢慢说，贺小蝶到底是谁？所有人都说那是华歆在民间的本名。不是，小蝶是我的女儿，是华歆他看我女儿救了太子，把我女儿双手废了，占走了我女儿的一切。去年春天，小蝶跟着华歆去城外踏青。咦，哪来的老鼠？脏死了，让人把它埋了。他看不见的那段时间，都是小蝶照顾他。我们家小蝶心灵手巧，是最好的厨娘。她做的一手好菜，只用了1个月时间，就把那个重伤枯瘦的男人养得白白胖胖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只要你能好好活着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原本日子过得好好的，直到定安侯路过水云州，无意间撞见了那个男人。那天侯爷脸色大变，却什么都没说，悄无声息的走了。当天晚上，华歆就派人叫小蝶20两银子，要跟他学厨艺。小蝶高兴坏了，说有了这笔钱就能治好我的跛腿。那段时间，他白天照顾那个男人，晚上就去教华歆下厨，每天都折腾到后半夜才回家。可那个下暴雨的晚上，小蝶迟迟没有回来，跟我疯了一样冲到华家2个侍卫端着一个木盆出来，里面全是血，还有一只银镯。这只银镯是我给小蝶的吉禧礼，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摘下来过。我拿着银镯去报官，却被他们打了一顿，装进麻袋卖给了人牙子，卖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县。等我拼死逃回来，已经是半年后了。人人都在传说贺小蝶救了当今太子一命，被认回去当了侯府千金，改名华歆，苦尽甘来了。原来如此，太子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，根本不是华歆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小蝶救的那个男人是当今的太子萧玉。侯爷那日那么失态，就是因为他认出了太子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就想好了要怎么取代我家小蝶，让他没名没分的女儿冒认这份救命之恩，好让华歆名正言顺的回京。原来如此，那华歆到底是什么身世？外面都说他是定安侯年轻时的风流债，却从来没人说得清楚。华歆是我爹，也就是定安侯与花魁所生。那个花魁是个官妓，跟反贼有过勾连。当年定安侯为了保这个花魁，差点拉着整个侯府陪葬。是我娘出面劝那个花魁离开，那花魁却在见过我娘后饮酒自尽。从那以后，定安侯就恨上了我娘。这就是命狐草，当真有效，无色无味，难以察觉。回侯爷，正是，此药无色无味，就算是学过医，也难以察觉。那年我5岁，信以为真，真的没有跟我娘提过这件事。直到我娘早产，胎死腹中，一尸2命。她是活生生痛死的。我8岁那年才从医书上识得，那所谓的长命草其实是专毒妇人性命的无色无味的命苦草。那时早已没有任何证据，他对外只说我娘是体弱难产而死，所以我8岁改随母姓，进了太医院学医。我要继承我娘的衣钵，我要活着，等着看他们的报应。华歆生母上不了台面，他便名不正言不顺。定安侯根本不可能光明正大的接他回京，他故意安排华歆冒领恩情，是为了给华歆铺路。侯府必须除掉真正的贺小蝶，这样一来，华歆不仅能名正言顺的被认回侯府，还能白捡一份救太子的泼天功劳。小蝶没有死，我女儿很聪明的，她废了手也说不了话，但她还是托人给我带了信儿，说她要进京去申冤，去找太子。2位姑娘，求求你们带我进京吧，这船上我只有装疯卖傻才能苟活，根本出不了水云州。小蝶她只是救了个人啊，她不该落得这样的下场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他被废了双手，还被弄哑了。是奸杀的华歆，他把小蝶做的饭菜让太子尝出不对劲，把小蝶说出真相，所以他挑了小蝶的手机，毒哑了他。废了手的哑巴女人，难道？阿玉，你回来啦？今天的奏折批完了吗？处理完就赶过来了。殿下。来了，可是小蝶的身体有什么不适？县主身体无碍，下官今日来是为了锦衣姑娘，姑娘眼疾近日加重的厉害。我知道了，今日忙完我就去江府看她。下官告退。小姐，您慢点，小心烫到手，让我来就行了。没事的，我心里有数。是殿下。厨房里多是刀具，你眼疾未愈，怎能做这般危险之事？殿下可还记得你我之间的约定？那日你安慰我说我的眼睛一定能看到今年的桃花。对不起，是我食言了。不打紧，
我虽然看不到，但可以尝尝桃花的味道，这样就不算遗憾了。殿下既然来了，不如也尝尝我的手艺，刚出锅的，还热着呢。阿月，快尝尝，今天后山的桃花开得最好，我天不亮就去摘的最新鲜的花瓣。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桃花酥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是不好吃吗？你做菜一直是这个味道。是啊，师傅说每个人的厨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带着自己的脾气。一模一样。这是贺小蝶生前留下的桃花酥食谱，还有那个包裹是水云州当地特有的山桃花蜜和泉水。在水云州被熏瞎的日子，他的味觉和嗅觉要比任何人都要敏锐千倍，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会先于他的理智察觉出所有的不对劲。心底那根名为信任的弦，再一次出现了裂痕。殿下，江府又送菜来了，今日是鸡汁焖笋丝。知道了。阿月，我给你炖了乌鸡汤，快趁热喝吧。放着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东施效颦，江锦仪，你还在东施效颦！我是太子殿下的救命恩人，你恬不知耻的也以恩人自居。我给殿下下厨，你也跟着学。你真的以为你学我做饭就能抢走太子当上太子妃了吗？做你的春秋大梦！华歆，你不是失忆了吗？是啊，华歆。哼。殿下，你不是出城巡演了吗？不然怎么能看到你这么精彩的一面？所有的所有，全是假的。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小蝶听不懂。我落难时双眼失明了整整1个月，小蝶的长相我从未见过，但我记得2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小蝶的声音忽然就变了，连做菜的味道也变得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靠谎言伪装身份，却做不出能欺骗我味觉的菜肴。我的小蝶是最厉害的厨娘，不是你这样能把糖醋肉里的盐和糖放错的人。你我之间隔着太多的谎言和算计，既然永远都说不约，就此作罢。不要，殿下，不要啊！小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华歆县主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如今竟要始乱终弃，如此忘恩负义，将来如何君临天下？儿臣心意已决，求父皇恩准。这不是华歆县主吗？他怎么穿成这样站在城楼上？听说太子要退婚，要娶将军府的江小姐，县主这是被逼得寻死啊！太子也太薄情了，县主救了他的命，他怎么能这样对人家？都是那个江锦仪，好好的大家闺秀不当，非要抢别人的未婚夫。阿玉，你既然不爱我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就让我从这里跳下去，了断我们之间的一切！不要，我的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爹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本宫查过了，去年春日你一直待在京城的将军府里，从未踏足水云州半步。就算当日救太子的不是华歆，也绝对不可能是你。这样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本宫在后宫见多了。皇后娘娘圣明。你们年轻人之间怎么闹，本宫本不想管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连累太子的名声。现在全京城都在骂太子薄情寡义，骂你狐媚惑主。臣女知罪，知罪就好，去殿外的太阳底下跪着，好好自省。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臣妾领罪。他这一手果然够狠，他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，把我和萧玉一起定在了不仁不义的耻辱柱上。陛下，老臣戎马半生，为大齐出生入死，先帝赐我丹书铁券，可免一死。如今老臣别无所求，只求陛下为小女做主。华歆是老臣失而复得明珠，太子不爱惜她也罢，实不该如此作践她。快起来，朕心里有数，绝不会让华歆受委屈。太子殿下，救你的人就是华歆，他上吊伤了味觉，所以做出的菜才不似往前。殿下怎能因此疑心华歆，实在让人寒心啊！殿下，如果你真的喜欢锦衣姐姐，我可以把太子妃之位让给她，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胡说！
那江家女不仁不义，连东宫的门槛都不配踏入。太子，你若执迷不悟，只会害了她。父皇，定安侯千金堪配东宫正妻之位，你再多言，那江家女在你母后那里也讨不到好果子吃。殿下，我们回东宫吧。今日皇后娘娘特意差人送了一副赤金点璀凤冠，说大婚那日让我戴上，我等不及了，现在就回去戴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曾经，我失明时看不见她的脸，也曾生这样无数次，仔细的抚摸、描摹着小蝶的五官，想要把她的样子刻进骨子里。你真的是小蝶吗？我当然是小蝶啊，殿下。你怎么又问这种傻话？你失明时，我每天都会给你念民间的话景子听。你最喜欢听那些神神叨叨的志怪传说，每次听到精彩的地方，都会抓着我的手问后来怎么样了。你最爱吃我做的鸡汁焖笋丝，还总嫌这道菜太清淡，非要我偷偷给你加一勺辣椒才肯入口。就知道你爱吃辣，偷偷给你加了一点，可不能多吃，对你的伤不好。你最不喜欢吃苦瓜，但那是为了养好你的身体，我天天给你炖苦瓜排骨汤。乡下蚊虫多，我还给你做了香囊防身，上面有我亲手绣的小蝴蝶，你一直戴在身上，从来没有摘下来过。贺小蝶，你不说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张嘴。殿下，这些可都是属于你我的美好回忆啊！锦衣也被召进宫了，我尚且挨了父皇一顿训斥和威胁，她一个弱女子，处境只会更糟。殿下，我好害怕，我最怕打雷了，你带我回东宫好不好？小蝶从不怕打雷。小蝶，快回来，雨大会着凉的。才不会呢！2月打雷麦成堆，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。等雨停了，我给你做手擀面吃，好不好啊？同样是春雷炸响，小蝶会笑着跑进雨里，期盼丰收，而你，你是要护他到底了？花心骗你，难道他就没有骗你吗？儿让你糊涂了吗？母后，儿臣从未如此清醒过。儿臣与华歆的婚约，非退不可。儿臣也曾双眼失明，更懂他的痛。太子妃是要母仪天下的，眼有残疾，如何堪当大任？如果儿臣双眼不能复明，母后与父皇难道也会因此废了太子，弃儿臣于不顾吗？锦衣眼盲心不盲，儿臣也不是糊涂人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当日是你牵着还是平民的华歆求朕赐婚，也是你亲口许诺要以余生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朕为你们赐了婚。都说圣旨不可为闹，但在圣旨之上，是你身为储君的风骨不能断，是你身为君子的誓言不可违背。你若要食言，按祖宗律法，该受12道鞭刑自惩。儿臣愿领鞭刑。陛下，那铁鞭是用来惩治纵死逆贼的，12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皇后，他自己做出的选择就该自己承担后果，你我就算身为帝后，也不可能替他挡去一切因果。陈萧玉愿领鞭刑，绝无半句怨言。殿下，你别管我了，我没关系的。儿臣愿领鞭刑。萧玉，你那么聪明，怎么会看不出？其实我也在骗你呢。父皇，儿臣自己的错，儿臣自己承担。是您说的，身为储君就要有储君的担当，不必手软。好，好孩子，
父皇没有看错你。不要再打了，陛下，你不要再打了，你会把儿子打死的。锦衣，你扑过来做什么？不错，还有力气吼我。殿下，我好像能看见了。朕自小就教导你行事要从心所欲不逾矩。你长这么大，为一次如此忤逆朕，记忆受罚，那便随你吧。本宫一直介意你对月儿有所图谋，可你刚才那一下足够证明真心。来人，传太医。对不起啊，萧玉，替你挡的这一边，一半出自我的真心，一半出自利益权衡。我又骗你一次，但我保证，这应当是最后一次。醒了，陛下那11鞭打得也不实，该不会是陛下看到我扑过来，故意加重了力道吧？锦衣，父皇母后已经同意了，等你伤好之后，就改立你为姑的太子妃。殿下，你开心吗？我很开心。我不得不承认，那一刻我是真的动了心。你已经是准太子妃了，你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。那现在能告诉姑，真正的贺小蝶在哪里吗？你什么都知道。你一早就知道，华歆不是真正的贺小蝶。从我复明之后第一眼见到她，我就隐隐觉出不对了。真着确认，是在那场宫宴上，她当众欺辱你一个手无寸铁的盲女。我一直以为只有华歆身上有小蝶的线索，直到你开始有意接近我，我可看得出来，你在借我的手报复华歆。江锦衣，你一直在利用姑。是，我是在利用你。华歆为了一己私欲害我双眼重伤，我报复他，天经地义。华歆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县主，不借殿下的手，我根本不可能动得了他的核心利益。在这件事上，我没有错。我以为我骗得你动了情，好在你也没有。其实并不是只有你在耍华歆，我也在耍他玩。他露出的破绽太多了，你比他技高一筹。怎么，你也想冒充小蝶，当这个太子妃吗？太子殿下说笑了。这不是我的目的，我只是想提醒殿下，华歆不是真正的贺小蝶，但殿下英明神武，根本不需要我的提醒。我真是多此一举。可我不明白，你明知我在利用你，明知我不是贺小蝶，为何要为我受12鞭的刑罚？其一，这的确是一个除食言退婚要付出的代价；其二，不受这12鞭，如何让你动心？原来不是我骗你动了情，是你早就看穿了我的所有算计，反过来骗了我的真心。娘亲说的对，果然不能心疼男人。吓哭了，难得你胆大包天，居然会被姑吓哭。我没有吓哭，只是觉得可笑。我们两个演了这么久的戏，你演得很好，不过姑演的也不差吧？你做的饭菜跟小蝶的一模一样，一定是小蝶教你做的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，可以告诉我小蝶在哪儿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有见过贺小蝶，我没有说谎，我玩不过你。我会做那些饭菜，是因为我拿到了贺小蝶的食谱。食谱是小蝶的母亲亲手给我的。可是殿下，贺小蝶已经死了，就死在京城的深夜，死在东宫的门口。殿下忘了吗？那个因为在东宫门口聒噪被驱赶的哑巴，那个被人废了双手，被人毒哑了，最后又被侯府的人暗中灭口的女乞丐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我女儿救了你的命，你却让她死得那么惨！你自己看。她真的是小蝶？阿玉，我好想你。阿玉，我装成路人从你身边走过，你好像没有看见我。殿下，天太黑了，
我们明天再找吧。都给我滚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小姐，殿下怎么突然一病不起？11道鞭刑都没将殿下打垮，可是发生了何事？看症状，怕是急火攻心啊！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终于来了。是毒酒还是白绫？不是，是青天光测算的大婚吉日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等来的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纸婚书。听说华歆得知你我要大婚的消息，在侯府发了疯，砸了自己的凤冠和所有嫁妆，还差点放火烧了侯府。你想为自己报仇，我想为小蝶报仇，不如我们一起。陛下有旨，太子大婚，与民同乐3天3夜，大赦天下。千岁！就说太子殿下不是薄情寡义的人，原来那个华歆根本就是个冒牌货，可不是吗？听说真正救了太子的就是这位江家姑娘。呸！那个华歆就是个骗子，还是个青楼女子生的。定安侯为了她，连自己的发妻都害死了。小姐，不过短短1个月，民间的口舌就彻底调转了方向。曾经骂您的人，如今都在夸您；曾经众星捧月的华歆，现在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女跛。小姐，您别砸了，这是皇后娘娘赏的呀！都给我滚！凭什么是江锦衣得到这一切？这太子妃之位是我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抢走了我的人生。江锦衣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本来这样盛大的场面应该是属于我的，本来站在太子身边接受所有人祝福的应该是我。江锦衣，你去死吧！大小姐，你不是死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为什么我做不出跟你当一样的菜？是你不肯用心教我，是你有错。你能做得出，那你的手当然不能留了。就算这样你还能跑来京城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你跟我争，死无葬身之的人只会是你。你没死，我没死，华歆，是你要死了！殿下救我！小蝶的手是你让人废的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做的天衣无缝。当然是因为有我啊，县主，伤害我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哪有什么贺小蝶啊，不过是你自己心里有鬼罢了。谋害原配刘颖，私生女冒领救命恩情，虐杀贺小蝶，构陷江锦衣，多条人命枉死，罪证确凿，无可辩驳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定安侯罔顾国法，残害发妻，纵容私女，草菅人命，罪无可赦，即削其爵位，抄借家产，宅邸归公。舒儿，为父知错了，救救为父。这是西域寻来的长生草，服下便能长命百岁。怎么？为何不喝？难道都是骗我的？侯爷，你可还记得，你手里那枚先帝御赐的丹书铁券，到底是谁替你挣来的？是你享受着我娘拿命换来的一切。我娘救人无数，到头来却死在枕边人手中，你注定不得好死。他困在为贺小蝶惨死的梦魇里，走不出那份迟来的愧疚与悔恨。我们互不打扰。小陛下禅位，萧玉登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见过你最不择手段的一面，你也见过我最无助狼狈的一面。你我
是彼此此生唯一的选择。朕以大齐万里江山为誓，余生定护你周全，不让你再为任何事泣血落泪。往后余生，我对你永不相弃。